臭小子，安静的时候比平时嬉笑时可爱多了。哎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，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我看你睡得正香呢，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就这么睡了一夜呀？对啊，我不这样睡还能怎么睡啊？你终于好一些了。你要再不好起来，我都打算送你回龙吟城了。你还好没送我回去，要不然我爹又该误会你了。你在担心我？慕言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的面啊？啊，慕言一大清早啊就上山采药去了，差不多要天黑的时候才能回来。只不过他出门的时候特别叮嘱了，你一定要按时用那些草药去针灸，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。你的伤他看过了吗？啊，我的伤没事。对了，昨天山上那些人啊，明显就是冲着龙吟城来的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敢跟龙吟城作对啊？昨天那些人和湖上那波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伙人呢？这怎么能是同一伙人呢？你怎么这么笃定？他们的武功都不一样啊，你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啊。哎呀，小徒孙啊，我知道你因为寒疾练不了内功，所以啊，我好好的研究了一番，给你制定了一套特别为你量身定做的武功，这样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还能自保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灵性说话，永远说话算话。谢谢师祖。是不是已经被师祖的魅力给折服了？是呀。不能捏我脸啊，我脸很宝贵的。再捏一下，再捏一下。别再让我捏一下嘛。说了不能，怎么这样啊？快点，让我来捏一下。好了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再捏一下，再捏一下。再捏一下。最后一下啊！哎呀，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！这练功的时候啊，不能急。你既然握在手上，你要把它当做你身体的一部分，这样出招的时候才能自如流畅。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不能急。把酒还给我。不是，怎么了呀？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？哎，谁惹你了呀？怎么了？梅家小姐。哎呦，看来这个潇潇已经把他偷听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了。哎呀，这门婚纱本来就是我娘跟梅家之间定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再说了，那定了又能如何呢？我林静这辈子是绝对不会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为妻子的。即便那个梅姑娘非要嫁，那娶她的人也是陆一舟嘛。这是你自己的私事儿，跟我这个外人说干嘛？喂，你怎么能说外人呢，小徒孙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呢。我好歹是你的师祖啊，小徒孙，师祖啊。师祖爷爷，
这婚是你想退就能退，想换人就能换人的吗？你这样的话，不是毁了人家姑娘一生吗？小徒孙，你是又说错了啊！如果这个梅姑娘选了一个不爱她的人和她在一起，那才是真的毁了她一生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江湖中这么多年以来，有多少恩恩怨怨都是因此而起的。我林静啊，绝对不会明知故犯，重蹈覆辙的。你们到处找你们，哎呀，我都火烧眉毛了，你们俩居然还在这聊天儿。师傅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快点随我走。难怪江湖中人都说，这龙吟城可以主宰生死。这还不算什么。每年秋冬交替之际，寒雪落尽，赤焰重生，这里会生长出一整片的如同血色一般的赤焰莲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便会有成千上万只噬毒虫啃食赤焰莲花，直到它们枯萎殆尽。噬毒虫在这里互相争食夺杀，最终只能有一条毒活，而这条毒虫将食尽他同伴的所有毒液，最终却被赤焰莲反噬而亡。他的毒液会再次滋养赤焰莲，致使一朵枯萎的赤焰莲重新复活开花。一枝独放，赤焰夺目，那便是赤华珠。哦，食千毒，治千毒，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花开两季，寒雪，赤焰，这既是杀人的毒药，往往也是救人的解药啊。说得不错，这江湖中给予我龙吟城赤华珠之人，可是大有人在。不过，没有我荣敬风的允许，这里的一花一叶，谁也别想带走。就算是我自己的亲人，也得按照规矩来。这片花海于我龙吟城来讲至关重要。从今往后，关于这片花海的安全，以及与花海有关的一切事务，都交由生死堂来负责。看来，城主心中最为忌惮之人，却是最为了解你之人，总能拿住你的软肋。林家，你虽然收了白尾指为徒，但说到底，你还不能算是我龙吟城之人。我之所以肯将生死堂堂主之位交付于你，就是因为我不希望有人在暗中悄悄地掌握了我的龙吟城。你说的不错，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，也许只有生死堂才能克制住这空子堂。放心吧，城主。林静，你可知良江子的习性为何？良江子吧，又名红豆蔻，性味温和，主治燥湿散寒、醒脾消食。这个呀，对于那些喝酒过多的人来说，特别的有帮助。师傅老是贪食贪杯的，这东西就是为他而生的。荣华，这个良江子对你的寒疾也特别的有帮助啊。没想到这段时间你还学到不少呢。跟紫妍前辈的制毒本事比起来，我这个医术还差得远呢。现在，相比其他三堂，生死堂相形见绌。如果这救人的速度赶不上杀人的速度，
那这生祠堂以后怎么在龙吟城立足啊？你是不是刚才着急踩要累着了？你本来就体弱，这一次再加上韩雪莲的毒，你可千万不能不重视了。紫嫣前辈都说了，你必须要好好的调理才行。所以你一会儿给我好好的回屋躺着，我给你把那个凉姜子给你炖了。你呀，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亲，都已入夏时分，此处梅花仍在盛放，花香清冽扑鼻，带有冰雪冷意，能见此景，是在下有幸啊。梅家之人向来爱美，所以祖上便整理出了一套打理梅园的办法，可使梅花常开不败。不愧江南4大家族之首，梅家这心思与风雅，无人能及啊。梅家没落，这些不过是闲来无聊罢了，倒让苍七兄弟取笑了。现在的梅家，除了这些梅花，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，怎么能与凌虚阁相比呢？梅少主过谦，梅家吉人自有天下，定有翻身之日。今日苍七来，想带阁主邀梅家小姐入阁相伴。阁主平日有些寂寥，梅家小姐去了，许能增添几分活力。梅少意下如何？我这个妹妹啊，从小被我宠惯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还得她自己来定夺。只不过，恕梅英直言啊，凌夫人就这样请苍七兄弟只身前来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呢？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梅家再怎么说，虽然势力大不如前，但也从没有丢过江南4大家族的名声。凌虚阁虽然是江湖中的新起之秀，可要论地位的孰高孰低，苍七兄弟心里该明白。梅少之意，苍七心领神会。但比起冠冕堂皇的名声，阁主想要是江湖人对凌虚阁的畏惧。望梅少明白。眼下能守住梅家的江湖地位，是我当务之急。这龙吟城是他想来的，荣素又是他想招惹的，那这件事就当做给他一个教训了。哎，你说以荣素这样的城府，陆一舟如此坦诚相待，怎么能招架得住呢？既然你已经看得这么通透了，为何还要留在龙吟城呢？你可知道，龙吟城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说不定，今日陆一舟的下场，就是你以后的下场。如果陆一舟啊，真死在了荣素的手上，那我拼死了，也会让荣素付出相应的代价的。哎，你顾虑的这些东西，我不是没想到。只是我如果跟荣素为敌，那就是跟整个龙吟城为敌了。到时候，咱们俩可能也不会有任何的往来了。你已经是生祠堂的堂主了，以后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。我们唯有变得更强，才可以杜绝后患。赶快回去休息吧，听我的啊，好好休息。无论如何，借着生祠堂的医术，我总能找到医治母亲顽疾之法。还有这丫头的寒疾，也耽误不得。我一定会将你们治好。你可就是苍七？正是在下。我想看看夫人带来之礼。这些是夫人的心意，请梅小姐过目。
不得无礼。好吧，本小姐就当去灵虚阁玩一趟。雪曼，你当真想好了？哥哥不必担心，夫人替我准备了这么多礼物，定会对雪曼疼爱有加。对了，我记得夫人怕冷，灵虚阁地处深山，即便入夏也寒气甚微。雪曼也当准备一份回礼，给夫人带回。我房间有一件上好的狐裘，十分清暖，还是哥哥从北极之处带回。此番就当是梅家的心意。我这就去将礼物取来，还请哥哥将苍气大哥带往梅园入口处等我。苍气大哥久等了。苍七代夫人，多谢梅家之礼。哥哥放心吧，天色尚早，我这就随苍七大哥前往灵虚阁。待我到了之后，定会寄家书报平安。出门在外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梅少告辞，梅夫人请。少主，不好了！赤华珠不见了。糟了，定是哥哥发现赤华珠不见了。此前我贸然盗过一次赤华珠，可怎么都没有闯过哥哥布下的这片梅林之阵。我修书给你，便是希望你能将赤华珠取走，送到灵虚阁。多谢梅姑娘好意，你让梅少带我入梅林，我便料想你刻意安排，让你有机会取赤华珠。我先前贸然盗过一次，今日多少顺手了些。我将那狐裘大方地送给了你，哥哥并未察觉我中间藏了什么。不过要想在被抓之前闯出这片梅林之阵，实属不易。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破阵，离开梅林之地。来，蒙住眼睛。这是为何？这梅林异术容易混淆视听，此地以梅树设立八卦阵，再以特制梅香相辅，使人迷惑，迷失了方向。你是怎么知道如何破了我哥哥的阵法？刚才我经过这梅林，刻意与令兄保持距离，已久破了此处梅香。只要不被树木迷惑，定能走出梅林。我来时因令兄带路，不知梅家前门位于何处？前门位于东北方。梅家失势后，哥哥怕仇人寻上门，便布下了梅林之阵，弃用了大门。不过那里常年有人把守，恐不好闯。少阁主常说，只要出其不意，必能打破常规，方有生机。现在也唯有大胆一试。你心中所愿是我，又何必拿这些河灯出气？当初只为解你愁绪，我点了这一盏又一盏的河灯。现在看起来，真是可笑之极。是我忽视了，有些地方河灯也做祭奠亡魂之用。看来我上次与你说的过往之事，倒是派上了用场。只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便让城主对我和梦幻的关系心存疑虑。这样做，你心里可痛快？那你呢？还是你早就已经决定做堂主之位，而我，陆一舟，对你而言只是可有可无的过客？我不知道，这一生
我只杀过人，却从未救过人。或许从一开始，我争夺肩负救人的生子堂堂主，便是荒谬之举。只是过去这10多年来的日子太过绝望，我也只能荒谬地寻求这一丝希望。这中间唯一的意外，就是你。要怪，就怪你错付了信任。我知道，你已经跟踪我好几日了，但以你的个性，道歉之词应该说不出口。可我也不是什么宽宏大量之人。今日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不论你伤心委屈，都与我无关。你我自此形同陌路。虚伪。与人虚伪，总好过自欺欺人。只怕有人辜负了太多真心，连对你虚伪一辈子的人都再也找不到。消失的诺言才是那。这次破梅少的梅花阵，贵府梅林被烧毁不少。苍齐日后，亲自向梅少主赔礼。若不是你急中生智，我们也无法躲开前门的守卫。不过，我这次真是算开了眼界，凌虚阁之人，果然手段非同一般。夫人请梅姑娘上凌虚阁，本不该这般冒险，但只有这个办法，梅家的人才不会在明面上与凌虚阁动手，望梅姑娘谅解。无妨，若不是你思虑周全，我们早就被我大哥抓回去了。加快进程，今日务必赶回凌虚阁。是。夫人，凌虚阁的信息已经传出，相信明尊很快就会收到消息。夫人花容月貌，这些时日为了查探凌虚阁之事，着实辛苦了。我替明尊办事，这些辛苦算不得什么。只不过，经此调查，凌虚阁行事极为谨慎，而且梅家虽然没落已久，可其实力不容小觑。你可知龙吟城第一颗遗失的赤华珠现在何处？听夫人之言，那赤华珠是在梅家手中。难道堂掌门遇害也是梅家所为？不错，梅家欲以赤华珠向凌虚阁联姻，看来凌虚阁中应该有人已危在旦夕，而此人在凌虚阁的地位，可想而知。既然已经掌握消息，那这凌虚阁中派谁潜入最为合适？明尊是你师父，他的心思你还琢磨不透？
这凌虚阁，看来他老人家是要亲自动手了。多亏夫人助明尊一臂之力，这江湖上的消息，没有人比小雪闻更为灵通。哼，凌虚阁绝不会让龙云城为恶，以凌虚阁的行事风格，定会让荣敬风那家伙受点教训。只要荣敬风有点脑子，应该很快就会寻上凌虚阁。要不是因为你是生字堂的堂主，你每天来这儿这么仔细的看赤华珠，人家还会以为你在打赤华珠的主意呢。韩雪莲尚未枯萎，连赤叶莲花开也还有一段日子。目前为止啊，我就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。是什么样的问题能难倒我这么聪明的狮子丸？之前啊，莫幻为了救一周，必须要来这儿采取噬毒虫。可这个地方只有一条路通往龙吟城之外啊，还有人看守，其他的地方都是死路。我也问过看守的弟子了，他们是一点都没察觉到。那你说这莫幻究竟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，可以躲得过这么多双眼睛，潜入进来的呢？莫幻神出鬼没的，之前他假扮慕言的时候，你和他打交道，不也是没看出端倪吗？何况这些弟子呢？这件事必须尽快的查清楚，否则我们派再多的弟子也根本没有用嘛。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变得这么正经啊！难不成我要像你这样，每天除了吃就是喝的？你看看你现在都快变成猪了，你看你这脸，你这肚子，不跟你开玩笑了啊！这件事，你爹既然交给了生字堂来负责，那我也不能搞砸了呀。其实夺赤华珠的人都是为了延续性命，赤华珠本来就有剧毒，服用它的同时也要忍受心脉的痛苦。龙吟城的秘密不是赤华珠，而是它的解药。世人都贪生怕死，他们求赤华珠啊，只是为了活命，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得罪龙吟城。但这件事如果牵扯到了莫幻，那就不简单了。如果赤华珠在结果的时候再被盗走，那龙吟城根本就没法在江湖中立足了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龙吟城的弟子啊，只能对付一般的人。如果他们对付的是莫幻，别提察觉了，即便是察觉到了，也很难对付得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必须要出一个奇招才行。这赤华珠结果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变化吗？赤华珠结果的时候都是在寒冬时期，当时我因为寒疾很少出门，我也不知道它结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这大雪过后，冬已过，雪犹在，这跟梅家的梅香如出一辙呀。你想到了什么？想要对付莫幻，不仅要排兵，还要布阵。这龙吟城未免也太枯燥了，没有多少功夫就全逛遍了，真是无聊。据说龙吟城向来高手如云，那怎么一个都没有将我拦住？怎么？当了几年城主，连师傅都不认识了？怎么会呢，师傅？这么多年不见，师傅依然风采依旧。只是试问这普天之下，还有谁能拦得住师傅呢？
师傅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龙吟城，为什么不提前打声招呼？这样我可以好好的准备准备，为师傅接风洗尘。果然是不一样了。做了城主，说话行事都比以前体面多了。不过，真可惜，我本以为你背叛灵教后会过上什么样的好日子，没想到这几年竟老得如此之快。为师真是替你心痛啊！今日来我龙吟城，究竟是想要做些什么？不会只是为了来这叙叙旧吧？你曾经不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现在有权有势，反倒更加紧张了？魔幻，念在我们师徒一场的份上，我今天才称你一声师父。可是你要是再敢打我容素的主意，我就是拼了死，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现在最不喜欢听“死”这个字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应该问问你做过什么。当年，你决然背叛灵教，好盗走灵教之宝赤华珠。赤华珠本就为救人，也该是物归原主，不为你所用。对了，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查到了第一颗赤华珠的下落。什么？你是想说，你愿意将此事告知于我？你不是应该清楚，为师我向来都不按照常理出牌。这颗赤华珠，此刻就在灵虚阁。我想跟你比一比，看咱们谁先将它夺回。灵虚阁的势力可不比龙吟城逊色，灵虚阁绝不会让你继续为非作歹。若真有此事，你大可自己出手将其一举拿下，又何必千里迢迢的跑来这里告诉我呢？我对付龙吟城多没意思，大家一起争夺才有意思。你认为我是应该先去灵虚阁，还是将其他拥有赤华珠的门派先搞定？想法都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师父此次出关，身上的功力到底恢复了几成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还是丝毫没有长进？过往之事不会就此结束。
音城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全靠我一手造就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我的心血。来，你爹的伤口极小，却伤及经脉。如果不用这种手法，先将皮肤毁掉，再重塑经脉的话，恐怕就无法止血了。这个伤出血如注，很可能会被人忽视。如果一旦流血过多，就有生命危险了。这伤我还是在生祠堂的医书上看到的，只能大胆一试了。真没想到莫焕武功居然这么高啊！城主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居然拦着不让我管，难道我是外人不成啊？哎，这是我们生祠堂的事情啊，你们老子堂就不要插手了，好吗？林静，马上带着人去灵虚阁，一定要给我拦住莫焕，抢回赤华珠。赤华珠在灵虚阁？赤华珠怎么会在灵虚阁中呢？难道是母亲的病情又恶化了吗？林静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？灵虚阁的消息密不透风，江湖上传言闯入者有去无回。我们真的要去那儿吗？有去无回也好，荣华留在龙吟城中，终究会是个阻碍。眼下林静与莫焕争夺赤华珠，再加上一个灵虚阁，倒是省了我们不少力气。城主有伤在身，林静这次一走，城中的主事权自然会回到堂主手中。在路上自己小心啊！你跟荣素水火不容，把你一个人留在龙吟城，我确实放心不下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灵虚阁呀？荣华定然会和林静一道前去，此行凶险，荣华怎能放心得下？如此一来，堂主便可以大展身手，好好表现一番。城主重伤，你下令让空字堂护下拥有赤华珠的门派，他的目的是想趁此机会，将龙吟城的势力渗透到各个帮派之中，从而监视并控制我们。我自然不会让他失望的。只是，此事他为何交与林静去办？他打的什么算盘？想什么呢？要对付莫焕，还要面对灵虚阁。他们一方武功高强，一方势力不凡，我们该怎么布局啊？这个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不是有你师祖我在吗？走吧，去吧。雪曼见过夫人，这是梅家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夫人笑纳。
是苍七自作主张，擅自抢我梅家，与梅姑娘联手夺了赤花珠，请阁主降罪。是谁给你这个胆子，敢到梅家去造次？夫人切勿动怒，此事是我怂恿苍七大哥所为，不怪他。只可惜，与梅家这桩婚事，凌虚阁怕是要有负于你了。夫人不必为难，若少阁主真有意中人，雪曼定会祝福他。这赤华珠纯粹是雪曼献给夫人的赠礼，您需要它，就不必推辞了。是我家月儿没这个福分。苍七大哥，快扶夫人歇下。夫人，参见大师尊。夫人呢？少阁主让我带药回来，说不定对夫人的病症有益。夫人她怎么了？发生何事？少阁主的药不知还能否派上用场。夫人，夫人，没事了，我们成功了。雪曼，这次还好有你。属下陆一舟前来复命，未能将少阁主带回阁中，是属下失职。不过，少阁主有话要转达给阁主。有什么话让他自己回来说。你任务未完成，他就笃定我不会责罚于你吗？确实是属下失职，一州任凭阁主责罚。都去这么久了，这是去哪儿了呀？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林静，你谁啊？林静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不认识我没关系，只要我知道你是谁就够了。我不会加害于你的，只是希望你能帮我点小忙而已。我呢，也是怜香惜玉之人。你别过来！有意思。
原来有两下子。没想到江南4大家族之一的梅家，竟然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堂堂的梅家少主，居然对一个姑娘动手。我妹妹心善，可我不好欺负。这笔账我当然要向你讨回。